李永年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乔念，你个泼妇！瞧瞧你这粗鄙模样，哪比得上小云温柔？弟妹，你别怪永年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撕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你个贱货！我儿子可是宰相根苗，你也配提和离？娘，你快醒醒！娘，你不要死！我不是在掩护基地撤离时被丧尸王自爆波及了吗？怎么在这种地方还有2个小孩？我这是穿书了，还穿成那个倒贴穷酸秀才被全家拉血的恋爱脑炮灰。既然我占了你的身体，你的仇我来报，你的家人我来护。哭，就知道哭！明儿我就把你们2个拖油瓶送走！烦死了，跟你那没用的娘一样！你不准骂我娘！我的头发！你个贱人敢打我！老子你放手！乔念，你反了天了，连我娘和我妹妹都敢打！李永年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我要休夫！你个贱货还敢休夫？反了你了！赶紧给我滚去做饭！你耳朵聋了吗？我说，我要休掉你的儿子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只有李家休妻，轮不到你和离！滚回去洗尿布！就是，我哥是秀才。一个乡下土包子，连我哥看谁还敢要你！乔念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，信不信我休了你？好啊，那我倒要让全村人听听，你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秀才是怎么和寡嫂滚上床的！你胡说八道！我杀了这个毒妇！今天要么办和离，我带2个孩子走；要么我现在让全村人来看看你们李家的龌龊事，让你这辈子都别想考举人。好，我和离，你赶紧滚，别到时候发疯坏了我的名声。少废话，趁天还没黑，现在就去官府。乔念，离了我这个秀才，你一个女人带着2个拖油瓶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娘，大宝饿了。娘，大妞也饿了。乖，娘这就给你们找吃的。这不是我之前的基地吗？太好了，快吃吧。娘，真的是肉包子吗？放心吧，以后娘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了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娘，我想留一点带给外婆他们。舅舅和外婆经常给我们送吃的，我们不能让外婆他们饿肚子。好孩子，娘这就带你们回外婆家。原书中乔家为了帮扶原主，不仅掏空家产，甚至借了外债。乔母被债主活活气死，乔家大哥也被打断了腿，最后饿死。原主这个傻子还只惦记着李秀才那个软饭男，如今有我在，绝不会再让他们重蹈覆辙。乔老头，今天再不还钱，就把你家这院子抵了，还有你这媳妇儿，也能抵几个钱。求求你们，再宽限几天！住手！滚！明天日落之前要是再拿不出20两银子，我就把你老娘的床板拆了，把你老婆孩子卖到窑子里抵债。我们走。念念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告诉你，乔家可没钱供你家的宰相根苗了。弟妹，少说2句。我凭什么少说？家里的银子哪儿去了？不都给这个白眼狼拿去养活李家那个小白脸了？家里现在这样，不都是因为他？老儿媳妇儿，你闭嘴！念念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娘，他就是个白眼狼，用我们乔家人的血汗钱去养李家那群吸血水。二嫂，你放心，我今天回来不是来要钱的。骗鬼呢！你哪次回来不是连吃带拿？
大哥、二哥、娘，我跟李永年已经和离了。和离？念念，是不是李家人欺负你了？大哥这就去给你讨回公道。我就知道李永年那个软饭男不是东西，我打死他去！我的儿啊，你受苦了。外婆，娘，我不苦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以后我带着孩子跟你们好好过。李家欠我的，我迟早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老大，去把后院那只鸡杀了，给念念和孩子们炖个汤。娘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是家里最后一只鸡，全家人就指望它下几个蛋换点粗粮续命呢。念念带着孩子刚脱离火坑，一只鸡算什么？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他就是个不知廉耻的吸血鬼，要把我们全家都磕死才甘心。住口！娘，快，老二，快去请郎中！老太太这是常年劳累，加上急火攻心，心头血干涸。大夫，我娘还有救吗？你一定要救救她。救倒是能救，只是得用名贵的百年野山参切片吊命，再加上后续的温补良药材，这林林总总加起来，起码要50两白银啊！就算我不吃不喝攒10年，也攒不够50两啊！我就说吧，要不是你把家底儿都掏给这个白眼狼去养小白脸儿，家里怎么会连给娘看病的钱都没有？造孽呀！念儿，念念，娘老了，不治了，别拖累你们。不行，这病必须治。你拿什么治？咱们家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凑不出去，你上哪儿去弄那50两银子？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想办法？你掏空了乔家去养李家那个软饭男，现在还有脸在这装孝女？说够没有？今日日落之前，我肯定把50两银子带回来。要是赚不到，我乔念立刻带着孩子滚出乔家，绝不连累你们分毫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要是拿不回来，就给我滚得远远的！你闹够了没有？钱的事咱们大男人去想办法，总能赚到的。你放屁！钱全被那个白眼狼拿去倒贴夫家了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本来就是事实，乔家就是被他掏空的。老儿媳妇儿，你闭嘴！咱们家变成这样，跟念念没关系，是我愿意帮她的。娘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，必须马上找到药。我空间里应该还有高阶医疗箱。不行，末世的西药只能杀菌消炎。娘这是心头血干涸，必须得用中医的百年野山参吊命。等等，我记得书中写过，李家村后山深处长满了珍稀草药，甚至有千金难求的极品野山参。要是能采到山参，娘就有救了。年份极好的何首乌，还有紫灵芝，虽然值点钱，但还不够。午夜一品红，是百年以上的极品野山参。太好了，这株百年野山参品相极佳，正好山下就是镇子。老大，念念还没回来吗？娘，您别多想，念念肯定没事。这是我攒的最后一点钱了，我这也只有2两银子了，可是离50两还差得远啊！乔念要是能拿回50两，我把这桌子吃了！你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我看他就是受不了咱们家这随便找个借口跑路了。就你们2个傻子还信他？乔家的缩头乌龟们，都给老子滚出来！王大哥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我娘病重急需用钱，再宽限我们几日吧。是啊，昨天不是说好明日日落前吗？怎么今天就来逼债了？老子听说你们家那个倒贴秀才的妹妹回来了，既然回来了，肯定带了李家的钱，拿钱来。乔大哥，
我妹妹是和离回来的，没拿李家1分钱呀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没钱就把房子拆了，给我砸！住手！你别砸了！乔二哥，张松，坏人不许欺负我舅舅！王大爷，求求您别砸了，我这把老骨头不治了，要钱省下来还给您，求您放过我这几个苦命的儿女吧。外婆不哭，外婆要治病，娘亲会治的，娘亲会担心的。呸！还指望乔念那个小贱人？他肯定看家里这烂摊子，早就一个人跑路了。不可能，娘才不会丢下我们。也就你们这些蠢货，还信他去弄钱？我看和离书是假，回来骗吃骗喝才是真。既然拿不出银子，今天这院子我收定了。来人，把这2个小崽子！我看谁敢碰我的孩子！你这个扫把星居然没跑！哟，正主回来了，怎么，你个被修回来的破鞋，还想替他们出头？拿得出20两银子吗？不就是20两吗？哟。看不出来啊，你个被修回来的破鞋，还真能拿出这么多钱。哼，这20两只够还本金，利息嘛。我看你长得水灵，不如陪大爷我睡几晚，就当抵利息了。畜生，你敢碰我妹妹！挤你奶奶个腿！啊！我的手，找死！再问一遍，20两够不够还清欠条？够了，够了！女侠饶命，姑奶奶饶命啊！滚！以后再敢踏进乔家半步，我打断你们的狗腿！念念，你刚才那打人的招式，还有那些银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妹妹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那可是20多两啊！娘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别担心，我不光还了债，还剩了30两。这些钱足够给娘抓药，还能把咱们家这破院子修一修了。真是活见鬼了！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和离女，出去转了一圈就带回来50两。闭嘴！念念拿钱救了全家，你还有什么不满的？念念拿钱救了全家，那也是他应该做的。乔念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？要不然哪来这么多钱？二嫂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这钱是我去后山挖的百年野山参换回来的，干干净净。骗鬼呢！后山那破地方连根参须都没见过，你能挖到百年野山参？我看啊，指不定是谁给你的卖身钱呢！住口！我的念念清清白白，绝不会做那种事儿。哼，这钱是他惹了什么大祸换来的，到时候人家找上门来，咱们乔家全得给他陪葬。好啊，既然你不信，敢不敢跟我去后山走一趟？去后山看看，我到底有没有说谎。要是找不到，我乔年立刻带着钱和孩子滚出乔家；要是找到了，你必须当着全家的面给我磕头认错。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圆这个谎。要是找不出来，看我不撕了你这张骗人的嘴！念念，后山深处危险啊！娘，您别急，我跟着去，我看谁敢欺负我妹妹。娘，您安心休息，我不仅要证明清白，还要让二嫂看看是怎么靠着后山发大财的。这连根像样的草都没有，也傻子信他。
就是前面那片背阴地，那里常年潮湿，最适合珍稀草药生长。那就是一堆破杂草，你指着一堆杂草说是药，真是疯了！急什么？我说能挖到，就是能挖到。你今天要是挖不出一根肾虚来，你就立刻给我滚出！是下山的野猪，快上树！找死！住！你去死吧！别连累我！念念！畜生！救上我妹妹！战兄弟，是你，爹爹，这镇上的猎物战百寒。我记得这本书里的国姓就是战，这人身份看来不一般。多谢战公子出手相救。乔姑娘客气了，就算我不出手，刚才那头畜生恐怕也伤不到你。念念，这好端端的，这里怎么会突然冲出这么大的野猪来？野猪对灵药的气味极其敏感，被珊珊的药香吸引过来。巧念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有野猪，故意带我来这里送死的？你好歹毒的心啊！我歹毒？二嫂，刚才野猪冲过来的时候，是你从背后狠狠推了我一把吧？你血口喷人！是你在背后推人，连战兄弟都亲眼看见了，你还想狡辩？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二嫂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战公子，这头野猪是你杀的，你要带走吗？如果不嫌弃，不如卖给我如何？既然乔姑娘想要，就当是送给乔姑娘的见面礼了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大哥，找藤条，咱们把这大家伙扛回去，今晚全家吃肉。乔念有点意思，看来这李家村藏着个不得了的人物。天爷啊，这么大的野猪！念念，你没受伤吧？娘，我好着呢。这野猪是战公子猎的，送给咱们家了。今晚咱们全家开荤，吃顿好的。哇，有肉吃了！娘亲好棒！哟，离了婚的弃妇还真是好手段，上个山就能让野男人送这么大头猪。无事，你再胡说八道，给我滚回娘家去！既然你觉得这肉是我用不干不净的手段得来的，那今晚的肉你大可一口别吃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再敢多嘴一句，今晚就给我饿着！娘，您放心，从今往后有我乔念在，绝不会再让咱们乔家任何人挨饿受冻。等这头猪吃完了，看拿什么养活。小云说的对，我的种凭什么留在乔家？走，明天趁着乔家男人下地干活，咱们就去把孩子抢回来。娘亲，你们来乔家做什么？乔念，把孩子交出来，我不计较你之前的过。之前说的很清楚，和离后孩子归我，和你们李家再无关系。这两个孩子身上流的是我们李家的血，你们乔家没资格养。今天谁敢动我孩子一根汗毛，让他竖着进，横着出去。跟这贱人废什么话？动手！抢！给我过来！让步！房间里还有电击棒，剧痛让精神力涣散，空间暂时打不开了。也有今天。过来，跟爹回家！畜生，放开我妹妹和外甥！滚，或者死！大宝和小宝是我们李家的种，我们带回去天经地义。乔念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刚合力就勾搭上野男人了。大哥，看好孩子。既然你们李家找死，
今天我就成全你们！我跟李永年已经和离，李家与我再无半点瓜葛。你个毒妇跟她婆婆！打的就是你们这群不要脸的畜生！我的脸毁了！你疯了！李永年，既然你们今天非要来纠缠，那咱们就把账彻底算清楚。你想干什么？第一，立刻签下断亲书，从此大宝和小宝改姓乔，与你们李家生死不复相见。第二，这5年我倒贴给李家的69两银子，今天必须一分不少的吐出来。69两，你做梦！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不给，那现在我就把你和寡嫂不清不楚，还要卖儿女的事情都说出去，看你这辈子还能不能考举！别杀我！母亲，我给钱，我什么都答应。断亲书已成，盖上官印即可生效。从此这2个孩子改名乔云舟、乔星瑶，与李家再无任何瓜葛。太好了，我有新名字啦！我以后姓乔，不姓李啦。钱呢？这里是60两，剩下的9两，容我们几日凑凑。那就用我的那些陪嫁来抵，不把你李家搬空，我就不姓乔。原主在李家当牛做马5年，连口饱饭都没吃过。今天我要让你们李家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。这还不够，我记得李永田子的私房钱就在枕头下，这渣男还真没少藏私房钱。这就是崔氏藏银子的地方。90两，这老贫婆果然没少藏私房钱。搞定！站住！把包袱打开！谁知道你有没有偷我们李家的宝贝？崔氏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大哥，没事儿。看清楚了，你们李家穷的叮当响，有什么宝贝值得我偷？呸！算你识相！记住了，以后我乔念和你们李家再无瓜葛，再敢来烦我就打断你们的腿！娘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他可是敲了咱们60两银子啊！怕什么？娘在后院老榕树底下还埋了90两私房钱呢，那是给咱们家留的底，没让这小家人占了便宜。我的宝贝银子哟！啊！我的钱呢？我的钱怎么没了？啊！见鬼了！全都没了，肯定是乔念那个妖女偷的！天杀的乔念啊！你还我李家的家底儿啊！不可能，乔念刚才就拿了个小布包，怎么可能搬空这么大个院子？我看啊，是李家作恶多端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就是，活该，人在做天在看啊！战兄弟，今天多亏你出手相救，否则我妹妹和外甥就危险了。大恩大德，乔家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。念念，断亲书也签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总不能一直待在娘家，难免惹人闲话。大哥，我打算去官府立女户，从今往后我自己当家做主。想立女户，名下必须得有产业和房子，的确不是易事。你一个被休回来的破鞋，除了那几十两银子，你有个屁的产业！二嫂，管好你的嘴，产业我自然会有的。这女人野心倒是不小。大话谁不会说啊？有本事你倒是拿出来看看！好啊，二嫂可别后悔。还好之前还有我囤的鸭货调料包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好香啊！哼，弄得花里胡哨的，肯定是在糟蹋粮食。
大哥，尝尝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这比镇上大酒楼的还要好吃100倍。怎么可能这么好吃？这也就一般般吧。大哥，这就是我的产业。明天开始，咱们乔家就去镇上卖卤味和鸭货。我要让乔家的招牌响彻整个大燕巢。念念，咱们这才2个时辰，足足赚了几百文，咱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乔念，你个贱人，把我们李家的钱交出来！我从你家出来时，可是当着全村的面抖开过包袱，少来污蔑我。就是啊，乔念走的时候，我们可都看着呢，两手空空，怎么可能搬空屋子，还能挖走地下的钱？我看啊，肯定是李家平时太刻薄，老天爷显灵降罚了。你这个扫把星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自不量力！娘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乔念，你把我娘活活气死了！杀人偿命，我要让你给我娘赔葬！各位乡亲，你们要是上去服了，这李家母女反咬一口讹上你们，让你们赔个10两8两的，倾家荡产。你们可别怪我没提醒。对，李家这老太婆平时就爱撒泼讹人，咱们可千万别去触这个霉头，故意来找茬碰瓷的，真不要脸！娘，兰，别吵了，娘的面色不对，进气多出气少了。老太婆敢在我面前装死，我今天就让你爽个够！啊！疼死我了！这不就行了吗？李永年，你娘活蹦乱跳的，你还想怎么讹我？那个小贱人，你敢掐我！一定是你用了妖法偷了我的90两私房钱，你还给我！对了，李永年，你们李家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村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李家村的脸都要被你们丢尽了。乔念净身出户，全村人都看着他只拿了个小包子，他上哪儿去偷你那90两银子？可我的钱就是没了。你的钱去哪儿了我不管，但你欠我的9两银子，今天必须还清，白纸黑字。村长可在这儿作证呢。我家里现在1分钱都没了，我拿什么还你？宽限我几日？没钱就拿弟弟。你做梦！那是我进京赶考的本钱。李永年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要是不还，我现在就去县衙禀告县太爷，革了你的秀才功名，看你还怎么进京赶考。别革我的功名，那就拿地契来。有了产业，有了地契，明日我便能办理女户了。大人，民女乔念已与李家和离，今日特来办理自立女户的手续。办不了。大人，律法只说有产业即可，我手里有银子，随时可以买房。本官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房契，说破大天也没用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他的房契在这儿。原来是三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战公子，你怎么会有房契？你大哥说你新买了块地，以后自然会有房子，我便帮你办了房契。大人，现在房契有了，能办了吗？能办。战公子，今天多谢你解围，这买房子的钱我晚点连本带利还你。不急，乔姑娘打算怎么谢我？哎呦，富家少爷这病怕是悬了，这都贴出悬赏榜了。可惜连京城的神医都束手无策，谁敢接榜啊？治死了可是要掉脑袋的。1万两，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在镇上给大哥他们开最大的商铺了。管家，恕老夫无能。傅公子这病邪入骨髓，已是油尽灯枯之象，你们还是早做准备吧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你治不好，那是你医术不精，庸医误人。
老人家，我看到了府上的求医告示，特来一试。这镇上有名的大夫都说治不好，你一个村姑说什么大话？我接了你们的宝，自然是来给你家少爷治病的。若无效，我分文不取，立刻离开。府上又不会有什么损失，若是有效，岂不是更好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你要是敢在府里招摇撞骗，我第一个打断你的腿！给我进来！你到底懂不懂医？少爷高热不退，身上冷得直哆嗦，你还让开窗子？正因为如此，才更需要流通的空气。脉象扶树而滑，热毒攻心，费用已成。若再拖延，只怕真要回天乏术。小娘子，情况如何？情况危急，我现在需立刻为傅公子施针，先泄其肺热，稳住心脉。太好了！老爷花重金找来的冲喜新娘到了。冲喜新娘？小娘子有所不知，大师算过，只要八字相合，新娘子一进门，少爷的病就能逢凶化吉。冲喜，愚昧荒唐！傅家是什么规矩？娶亲居然连堂都不拜吗？我要见你家少爷，我倒要问问他，凭什么这么怠慢我？乔念，你这个没人要的扫把星怎么会在这里？李如兰，她的生辰可不是6月初6，李家定然是暗中篡改了她的户籍生辰，图谋傅家聘礼。好啊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刚被我哥休了，就跑到镇上大户人家来勾三搭四了。少夫人认识这位姑娘，乔念就是个骗子，他一个被我哥休掉的寡妇，会个屁的医术。首先，我与李永年是合理；其次，我凭医术换诊金，光明磊落。倒是你造假户籍傅家，怀的又是什么心思？你胡说八道！若是不信，大可去问问牛镇长。昨日他刚拒绝了李永年贿赂他为妹妹改户籍一事。不能去，他就是记恨我哥休了他，败坏我们李家的名声。谁在我傅家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傅老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村妇，她根本不会医术，她是想害死少爷。我既然敢来，就一定能治好傅少爷。你既懂医，说说治我孙儿该如何施针？施针首当泻热开拓，以取督脉，手太阴肺经及手阳明大肠经穴为主，选大椎、彻池、合膈，此3穴合用，可清泻阳明督脉之炙热，是为退热药法。辅以肺郁、尺泽，直泻肺经郁热，宣通肺气，再固护心脉，加内关穴，以宁心安神。姑娘师承何人？小女子机缘巧合，曾得一位游方郎中所授残卷，自学了些许皮毛，并无固定师承。老爷，您别信他，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胡说的。乔姑娘，你既然立下军令状，老夫就信你一次。若治不好，休怪老夫无情。傅老爷看好便是。死了！傅老爷，快把这个杀人凶手抓起来！神啊，真是活神仙啊！少爷活过来了！好，天不亡我傅家呀！不可能，这贱人怎么可能真的懂医术？乔姑娘医术通神，老夫感激不尽。傅老爷谬赞了。老夫早年有一女，失踪20余年。老夫见姑娘面善，若姑娘不嫌弃，老夫想收你为干孙女。以后在这镇上，傅家就是你的靠山。不行，老爷，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弃妇，认她做孙女会败傅家名声的。放肆！我傅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外人插嘴？我是少爷的冲喜新娘，怎么是外人？来人，把枕巾拿给乔姑娘，好生送乔姑娘出门。老爷，刚才老奴仔细核对了这女子的生辰八字，发现上面有篡改的痕迹，她根本不是6月初6生辰。什么？不是的。好一个李家，竟敢用假八字骗婚，骗到我傅家头上了！来人，把这个胆大包天的贱妇给我拖下去，关进柴房，明日一早扭送官府。放开我！我是秀才的妹妹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救命啊！
念念，你快看，咱们这鸭货生意才做了几天呀，就赚了这么多。哎，以前咱们家连饭都吃不饱，现在竟然能数钱数到手软，这全是你的功劳啊！是啊，念念，要是没你，咱们乔家哪有今天的好日子？哥妈，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要让大宝和大妞上最好的私塾，穿最好的绸缎，再也没人敢欺负咱们乔家人。娘，你都不知道，念念现在在镇上可是出名了，大家不仅夸她的卤味儿，还都传她是妙手回春的小神医呢。大哥，娘你们先忙，我得去傅府给傅公子复诊了。傅老爷，哎呀，乔姑娘来了，快上座。我孙儿今日已经能下床走动了，多亏了你呀。郑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乔姑娘有所不知，百寒乃是老夫最得意的门生，文韬武学样样精通啊。门生，一个镇上的猎户，竟是首富的得意门生，这男人果然不简单。百寒啊，你这身子一直不见好转，京城的名医都看遍了也没用。乔姑娘医术通神，不如让她替你把把脉。有劳乔姑娘了。好霸道的毒，这脉象冰冷如死水，却又暗藏汹涌的杀机。姑娘但说无妨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战公子体内中了2种剧毒。什么中毒？陶姑娘，虽说你救了公子，但三爷身份尊贵，容不得你在此胡言乱语。医者眼中只有病患，没有尊卑。我说他毒发在治，便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是这个结果。哎呦，我的乔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三爷这些年只是体弱了些，哪来的什么爆发？让他说完。乔姑娘，既然你说我身中奇毒，那便说说是什么毒。第一种是寒毒的一种，毒后每逢阴雨之夜或寒气侵袭，便会四肢冰冷，如坠冰窟，经脉凝滞，痛楚难当。不错。另一种就是绝嗣之毒，这种毒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。既然你能识破，可有解法？能解，只是想要彻底根除，至少要1年的时间。只要你治好我，从今往后，我战百寒就是你的靠山。在这大燕朝，无人敢动你分毫。这个诊金够不够？成交。今日起，隔1日施针1次，7日泡1次药浴。好。需要全都脱掉吗？脱上衣就好。寒毒入骨，不从这些大穴逼出来，你这命就真别想要了。别乱动，紧绷着肌肉会影响行针。你就不能稍微温柔一点？我是大夫，不是绣娘。你要是嫌疼，我这儿有麻药，就是价格贵点。这女人当真是半点风情也不懂。好了，这是药方，1日3次，不可间断。7日后我再来复诊。乔姑娘，多谢。念念，不好了！大哥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李永年那个畜生，他竟然去官府告你了！告我？他凭什么告我？他说你故意诬告他们李家。青天大老爷，求您为草民做主啊！草民今日冒死状告毒妇乔念，此女不仅不守妇道，与外男勾勾搭搭，更是包藏祸心，谋财害命啊！没想到心肠这么狠，真是丢尽了女人的脸，还打骂我年迈的老母，欺辱我未出阁的妹妹，我实在不堪其辱，才将她休弃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守妇道，说我偷窃银钱，证据呢？证据？你那药箱里的银针就是证据。你连药材都认不全，怎么可能会医术？分明是用了什么妖术迷惑了傅老爷，想借机诓骗傅家的万贯家财。乔念，你可有话说？我会不会医术，傅公子的命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官爷，这乔念邪乎的很，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术。那傅少爷看着好好的，实际上早就命不久矣了。慢着！你不是？谁说我要死了？若不是乔姑娘出手相救，我早就被你们这群卑鄙小人活活害死了。如今你还敢污蔑我的救命恩人？原来是骗婚啊！
这秀才心也太黑了。我就说乔姑娘不像坏人。李永年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我愿为乔姑娘作证，她医术高明，品行端正，绝非此等小人可以污蔑。战三爷，三爷，这看来是误会，纯属误会。乔念，难怪你当初非要跟我这秀才和离，原来是早就勾搭上了这个野男人。李永年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守妇道，那是因为你心虚，你怕我揭穿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们孤男寡女眉来眼去，难道不是红杏出墙，早有口齿？我与乔姑娘清清白白，倒是你身为秀才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却做出骗婚害人、污蔑前妻的龌龊之事。民女状告李永年奸讨两房，欺君瞒上，为筹钱赶考，骗婚富家。县令大人，老夫这里也有李家伪造我孙媳生辰八字的铁证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来人啊，给本官重打20大板！大人饶命啊！富家的聘礼，草民分文未动啊！那几十两聘礼如今在何处？速速招来！回大人，聘礼全在谢小云那个寡妇手里。他又是何人？为何富家的聘礼会在他手上？回大老爷，这谢小云正是李永年的亲寡嫂，也是他的偷情对象。如此德行败坏之人，也配称秀才，简直枉读圣贤书。给本官狠狠的打！大人明鉴，都是我娘，这一切都是我娘逼我做的，就连和谢小云的事儿，也是她默许的。来人，传李家崔氏上堂。乔念，乔念，是你害了我们全家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我害你们？若不是你们一家子贪得无厌，想骗婚谋财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大胆刁民，竟敢咆哮公堂！来人，给本官掌嘴20，重打20大板！大人开恩啊！现判决革去李永年秀才功名，将此2人收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娘娘，我错了，看在往日夫妻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，我不能没有功名啊！你的生死与我乔念再无半点关系。乔念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战公子，今日之事，多谢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你是不知道，今天镇上好几个酒楼的掌柜都来找我，说要跟咱们长期合作呢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咱们的卤味生意要做大，这院子还是太小了。盖房这事儿我熟，我这就去找咱们县最好的瓦匠廖师傅，他手艺好，人也实在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爷爷，您再喝一口吧。廖师傅这是怎么了？爷爷已经2天没吃过东西，大夫说他这情况很难熬过去。他这不是普通的肚子疼，你怎么知道？老人家，前几日开始便腹部剧痛，伴有呕吐发热，你这是典型的长痈之症。那不是要命的病吗？念念，要不算了吧。大哥，我们的卤味生意要扩大，新房要盖，处处都离不开顶级的工匠。廖师傅是全县最好的瓦匠，他要是倒了，我们的计划就要被拖慢好几个月。这病我必须治。廖姑娘，你爷爷这病，单靠吃药已经不管用了，需要立即施针排脓，再辅以汤药，会有一线生机。不行，不能用针。让开。之前的大夫也说要施针，可施针后爷爷的病情反而更重了。我与那大夫施针之法不同，我有一套家传针法，专治此类急症，只是过程颇为痛苦，且需要患者配合。老师傅，你现在还有意识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信不信我？我信。好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你这个庸医，杀人凶手！我要去报官抓你！念念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都给我闭嘴！大惊小怪什么？这是施针排空了腹中脓血，气血亏空导致的暂时昏厥，是好事儿。昏厥？小妹，
我来处理这些流出来的脓水。天哪，脸色！念念，你看廖师傅的脸色真的好起来了。爷爷的呼吸平稳了。照着这个方子去镇上最好的药铺抓药，1日3次，3碗水煎成1碗，7日后便可痊愈。水，爷爷，你醒了，你真的醒了。姑娘，是你救了老汉的命。大恩大德，老汉无以为报。不必行此大礼，我救你不是让你给我磕头的。我希望廖师傅病好之后能帮我建几座房子。你救了老头子的命，你要建房，老头子我包了。我要建的房子和你以前见过的可不一样。我廖老头子这辈子能建出这样的房子，死也值了。您放心，3天，只要3天，我就能下地干活。那我就等廖师傅的好消息。大哥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房子盖起来，我们的鸭货生意也要跟上。好，现在订单越来越多，光靠从村里收鸭子已经不够了。我打算去镇上，把周围几个村的鸭子都包下来。老板，你这鸭子怎么卖？姑娘好眼光，我这鸭子都是吃活鱼长大的，肉质最肥美，10文钱一斤。行，你这摊上的鸭子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？好嘞，姑娘您稍等，我这就给您装起来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我不能让你赚到1分钱。你，哎呀，没天理了！这个不孝的毒妇要逼死我这老婆子，把我儿子害得关进了大牢，现在他还要断我们李家最后的活路啊！你千万不能卖鸭子给他呀！他赚的每1分钱都是我们李家的血汗钱，你卖给他就是帮着这个毒妇害我们啊！看着挺齐成一姑娘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连钱婆婆都逼到这份上，真是造孽哟！看来县衙那顿板子还是没让你长记性。我呸！我儿可是宰相根苗，你毁了他，现在连我们李家最后一点活路都要断了！姑娘，这做人留一线，这事儿做的也太不地道了。再怎么说也是长辈，这钱我可不敢挣。买不到鸭子，我看你怎么办！乔念，惹了我，你甭想好过。看着挺齐着一姑娘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哎呀，我的腰啊！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不是谁弱谁有理。今天所有摊位上的鸭子我全要了，而且我出12文1斤，比市价高2文。不仅如此，我乔念的卤味生意马上就要开遍全县，以后每天都需要上百只鸭子。我今天就在这里放话，谁家愿意卖我鸭子，我都用这个价钱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你们别信他，他就是个被休的破鞋，哪来的什么大生意？他就是想把你们的鸭子都骗走。你可拉倒吧！人家乔姑娘的卤味摊子就在街口，天天不到1个时辰就卖光了。就是，人家镇上最大的福满楼都挂着他家卤味的招牌呢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好你个老贫婆，你差点害我错过了这么大一笔生意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怎
就算他会做生意又怎么样？他的钱都是脏的。他卖儿卖女，还纵容他那个秀才前夫跟寡嫂通奸，这种人的东西，你们也敢吃？我本想给你留几分颜面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就当着全镇人的面把你那些龌龊事一件件说清楚。是谁为了几两银子要把自己亲孙子孙女卖给牙婆？是谁明知儿子和寡嫂有染，却选择欺瞒甚至苛待我？又是谁为了骗礼骗婚夫家，把自己一双儿女送进大牢？我撕了你这个小贱人！滚！我的手断了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没伤到吧？多谢战公子又一次出手相助，这个你拿着，算是谢礼。虽然不值钱，但味道还行。我厌食多年，闻到荤腥便会反胃，可为何这味道让我好有食欲？这是什么味道？霸道浓郁却又恰到好处，我竟然能吃下东西了。怎么样，还合胃口吧？还行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次做了都给你留一份。好。你的生意似乎遇到了麻烦，除了货源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帮忙？战公子啊，你这话可是当真的？自然，我说过的，做你的靠山。那我可真不客气了。我最近正想做点新东西，需要一个特殊的炉子。但我画了图纸，找遍了镇上的铁匠，他们都说做不出来。你路子广，帮我问问有没有人能做出这个。这东西有点意思，交给我，3天之内给你送过去。真的太好了，战公子，太感谢了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娘，好香啊！各位乡亲，新出的烤鸭和鸭货，每人限购1份啊！乔家大郎，你家这生意也太火爆了，福满楼的掌柜天天派人来抢货吧？那是我家念念做的东西，能不好吗？长柏啊，你看这生意越来越好，咱们家这分红是不是也该多给我点？我也没少出力呢。弟妹，当初念念说要带大家赚钱，是谁第一个跳出来说风凉话的？现在看到钱了就想多分？就是，当初乔念丫头多难啊，也没见你这二嫂帮衬一把。要我说，乔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，有乔念这么个能干的福星女儿，这下可赚翻了。烤箱做出来了，鸭货生意也走上了正轨，接下来就该扩大产业了。喝就知道喝，要不是你当初撺掇永年，我们李家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现在永年和如兰都在大牢里受苦，你倒好，还有脸在这儿喝粥。我丧门星，当初是谁默许你儿子跟我好的？现在出事了，就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寡妇身上。那个贱人还敢顶嘴！当初就不该让你进我李家的门。凭什么乔念被休了还能风生水起？凭什么我们就要在这喝西北风？这不公平！住口！不准提那个贱人的名字！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李家好！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扫把星！你个丧门星！我打死你！念念，你快看，咱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。刘员外刚才又派人来说想把咱们的烤鸭方子买断，出价500两。大哥，告诉刘员外，方子不卖，但合作可以谈。我要让咱们乔家的卤味儿铺到全县所有的酒楼里去。好，我这就去回话。咱们家现在可是10里8乡头一份的富户，村里人都羡慕死了。不好了！姐，村口那边崔氏和谢小云打起来了，谢小云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躺在地上不动了。你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，我儿子怎么会坐牢？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狗咬狗，一嘴毛。乔念，你还敢出现？自寻死路！我今天就撕了你这张狐妹子脸！啊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我明明没有出手。战百寒，是他，是乔念这个毒妇打瞎了我的眼睛，大家给我作证啊！你打瞎了我的眼，你得赔钱，赔我1000两，不然我就去报官！告你故意伤人，
让你下半辈子牢底坐穿。赔钱报官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将你的儿媳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，我若真想动手，需要等到现在？我教训自家儿媳关你什么事儿？就是你用妖法伤了我的眼睛。妖法，我看是天罚。你作恶多端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，收了你这只贼眼。你个小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这一巴掌才是真正的动手。崔氏，你若再敢纠缠不清，我不介意把你另一只眼睛也打瞎。乔念说的对，崔氏刚才打谢小云的狠劲儿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就是，他自己眼瞎了，凭什么赖在乔念身上？我看就是活该。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崔氏，你又在丢人现眼！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乔念这个毒妇出手打伤了我的眼睛啊！乔念，可有此事？村长明鉴，我若动手，他绝不只是瞎一只眼这么简单。村长，我们作证，是崔氏自己先撒泼打人，乔念姑娘根本没碰他。对，他还把他儿媳妇打晕了，我们都看着呢。你这个脚家丁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给我滚回家去！天杀的啊！我被人打瞎了眼，你们这些李家的男人不仅不帮我，还打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活了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大夫来了！张大夫，你快给看看，这儿有2个伤患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急火攻心，加上些皮外伤，气血不畅晕过去了，回去静养2天就好了。这只眼睛怕是保不住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另一个呢？治好谢小云要多少钱？诊金加上3副药，总共300文。300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他一个没用的赔钱货，治什么治？自作孽不可活。战公子，刚才多谢你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你。天色不早了，回家吃饭吧。我大哥今天肯定做了不少好吃的。念念，战兄弟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快，就等你们开饭了。娘亲，战叔叔吃饭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快，趁热吃，这是你最爱喝的汤，快上座。今天可得好好尝尝我们家的手艺。我要吃正上版。这就是家的感觉吗？战兄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念念又得被那老缠婆纠缠。这杯酒我敬你。乔大哥客气了。念念，你现在生意越做越大，也别太累着自己，看你都瘦了。娘，您就偏心吧。念念现在可是咱们家的大财主，哪会累着？就你话多，快吃饭。如今大宝、大妮儿还有二嫂家的壮壮都到了年纪，等过段日子，我想送他们去私塾。念念说的对，孩子读书最重要。吃，就知道吃，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，我们李家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的眼睛好疼啊！你儿子跟我滚在一张床上的时候，你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你个贱人还敢顶嘴！我今天就撕烂你的嘴！我受够了你这个老不死的！我今天就跟你拼了！作孽呀，报应啊！还是乔念在的时候好啊！都给老子滚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刘员外看上你们的方子，是给你们脸。我说过，方子不卖，醒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！住手！住手！哟，正主来了，正好交出方子，不然今天就让你哥躺着回去。我的人也是你们能动的。你知道我们是谁的人吗？滚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方子就在我这里，有本事
让他自己来拿。大哥，你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念念，你别担心，倒是你，刚才那几下真帅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？你不是还要去给战兄弟治病吗？快去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先走了。今日需引毒出体，必须用金针封住你的几处大穴，护住心脉。三爷，请脱掉身上衣物，我要为你封穴排毒。躺下。这人的身材当真不错。乔念想什么呢？治病要紧。从未有女子敢如此近我身，她的手好软。乔姑娘，你的手在抖。三爷，你看错了。是吗？丫头，老李家知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以前都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你快回来吧。念丫头，我的好念丫头，你可算出来了。崔氏，你来做什么？念念，我的好媳妇儿，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回我们李家吧。崔氏，我与李家早已恩断义绝，收起你这副嘴脸，给我滚！他让你滚，你没听见？好啊，乔念，你个不守妇道、水性杨花的贱人，光天化日之下就奸夫淫妇凑在一起，不要脸！妇道，李永年与他寡嫂在床上鬼混时，你怎么不谈妇道？如今你倒有脸来跟我谈妇道？我告诉你，我乔念如今是自立的女户，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。别说我现在和他清清白白，就算我真找个比李永年英俊万倍、尊贵万倍的男人，又与你何干？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哟，这不是崔大娘吗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哭哭啼啼的？刘员外，听说您在乔念那儿碰了钉子，老婆子，我有办法，或许能帮到你。念念真是咱们家的福星，若不是她，咱们哪能住上这么阔气的房子，还成了这方圆百里的首富？是啊，这压货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，送货的马车都快把村口的石板路踩碎了。妈，这只是开始，等这阵子忙完，我打算启动造纸计划。咱们不仅要卖压货，还要把这造纸的买卖也做起来。念念，你这脑袋瓜里到底装了多少宝贝？造纸那可是大买卖，咱们乔家这次是真的要翻身了。娘亲，大舅，快跑！村口来了一大队人。你就是乔念？我是乔念。刘员外带这么多打手强闯民宅，是想吃牢饭吗？强闯民宅，本员外是来拿贼的。有人举报你乔念偷窃我刘府祖传的压货秘方和数株千年人参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在那屋里藏着秘方。乔念，识相的就把秘方交出来，再赔偿本员外5000两白银，否则今日我便平了你这青砖瓦房，把你这全家人通送进县衙大牢。官爷，刘员外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他那屋子平时都锁着，宝贝肯定都藏在里面，那秘方肯定就在里面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我看谁敢光天化日强闯民宅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在清河县，刘员外就是王法，给我滚开！刘员外，好大的官威，只是你确定要搜？怎么怕了？现在交出来还来得及。我怕，我只是想提醒刘员外，我这屋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。今天你若是从我屋里搜出半点你说的东西，我乔念任你处置。可要是搜不出来呢？刘员外，你带人强闯民宅，打伤我大哥，污我名声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？你打算如何收场？收场？本员外做事需要收场吗？今天要是搜不出来，我刘子倒着血，当场自裁在这里。好，和我斗，我可是有空间在手，等着哭吧。自裁，我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刘员外，今天我就让你搜个干净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搜出什么。这怎么可能？东西呢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
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肯定藏在地板下面了，我亲眼看见他把钱箱搬进来的。你个老陈婆，你敢耍我？员外，我没有啊，我真的看见了，是乔念这个妖女，她用了妖法。刘员外，搜完了，我那价值连城的秘方和千年人参呢？找到了吗？怎么？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搜不出来就当场自裁吗？刀我这儿有，需要我递给你吗？刘大善人，你倒是动手啊！搜了个寂寞，这下丢人丢大发了。你少得意，东西肯定是你提前转移了。员外，这小贱人肯定把东西藏在村里其他人家了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来人，把村子给我封了，一家一家的给我搜。今天挖地3尺，也要把东西给我找出来。我就不信这小小的绿水村还能翻了天。官爷，行行好，我这菜要是今天卖不掉，明天就全烂了，一家老小还指望着这钱买米呢。少废话，刘员外有令，现在全村封锁查贼，谁敢硬闯，就是贼人的同伙。刘员外说了，只要乔念交出偷去的秘方和人参，这封锁立刻就解了。咱们大家没饭吃，没钱挣，全是因为乔念那个丧门星。是啊，乔念也太自私了，为了他那点秘方，害得咱们全村人都出不去。走，咱们去乔家，让他给大家伙一个交代。是乔念，赔钱，赔钱，赔钱！乔念，出来给乡亲们一个说法。来了。大家伙聚在我门口，想要什么说法？都是因为你，我家那鸭子现在全砸手里了，你得赔钱，赔钱，赔钱！对，赔钱，交出秘方，别害了大家。刘员外说我偷了，你们就信了？刚才他在我屋里翻了底朝天，搜出一根人参毛了吗？封了村是为了逼你们对我动手，那才是真的上了他的当。念念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刘员外在县里有权有势，现在又煽动全村人对付我们斗不过他的。是啊，我刚才听说了，那些香山蓝猎都是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刘员外能调动官府的人，说明他在县令那里有关系。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比县令官更大、比刘员外势更强的人。战兄弟，战公子的身份绝非一个普通猎户那么简单。如果他肯出面，刘员外这点势力根本不够看。对，快去找战公子。只是我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。不好了，大舅为了保护村民被坏人打了。什么？快带我过去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还敢学人出头！有本事冲我来，别欺负手无寸铁的乡亲！好，既然你这么想当英雄，老子今天就成全你，送你上西天！畜生，敢动我大哥！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！你个贱人，还敢动手伤人！来人，都给我上！打死他，打死他，重重有赏！刘员外，你带人强闯民宅，封锁全村，断乡亲们生路，这般行径与占山为王的土匪合意。大家看到了吗？都是因为这个扫把星。如果不是他偷了刘员外的秘方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他就是想害死我们全村人。本员外告诉你，我上面有县令大人做靠山。乔念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把秘方交出来，否则整个村子都要跟着你遭殃。我呸！你们这群官匪勾结的畜生！我们乔家人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向你们屈服！住手！全都给本官住手！县令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这刁妇不仅偷我秘方，还勾结野男人聚众斗殴，意图谋反啊！对，大人您看，就是这个野男人跟乔念那个贱人不清不楚的。小子，你知道本员外是谁吗？我可是当朝大长公主的远房表亲，你一个乡野村夫也敢管本员外的闲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大长公主那还有你这么一号人物？知道个屁！现在给本员外跪下磕头认错，再不让开，问你好看！你给本官闭嘴！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县令大人，他口中的靠山，难道就是你？三爷息怒，下官没有啊，下官与此谣绝无半点关系，都是误会。天哪！县令大人给一个野男人下跪，
那两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！县令，你敢抓我？我是大长公主的。冤枉啊，大人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战兄弟，今天这事儿要不是你，我们乔家不，我们整个绿水村都完了。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战公子，快喝口茶暖暖身子，以后常来家里吃饭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举手之劳，乔大哥，伯母不必客气。战百寒，今天谢谢你。我说过，会做你的靠山。你个没用的老屁股！员外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能帮我拿到秘方吗？结果呢？秘方没拿到，老子被县令当着全村人的面打脸，还他妈的被关进这鬼地方！本员外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，今天就从你身上出！别打了，员外饶命啊！都是因为乔念那个贱人。乔念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就是做鬼，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刘员外，贺大人说了，这次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才放你一马，若再敢在绿水村闹事，谁也保不住你。哼！滚过来！速速将这封密信送往京城大长公主府，务必亲手交到公主殿下的贴身宫女手中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小的这就动身，一定办妥。战百寒，你以为躲在这山沟沟里就安全了？大长公主找了你这么多年，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！长公主，是刘元踹讯，信上说战百寒还活着，正躲在一个叫绿水村的地方，被一个叫乔念的村姑救了。战百寒啊，战百寒，我那个高高在上的好侄儿，大周朝的当朝太子，竟然躲在穷乡僻壤，跟一个村妇混迹在一起。看来他体内的寒毒已经让他彻底自暴自弃了。公主殿下，那刘员外那边，咱们要不要派人告诉刘员外，不必理会，他活不了多久，这天下迟早是本宫的。战三爷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他怎么这副表情？难道他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？乔姑娘，请说。你能不能教我轻功？你盯了我半天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？不然呢？这次刘员外闹事儿，我发现自己速度还是慢了点儿。若是能学几招轻功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方便些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学轻功，先要感受气的流动。你放松，我带你。那是廖姑娘。大家快看，这丑八怪就是个妖孽！村里最近这么多灾祸，都是被他克的。我不是妖孽。住手！乔念，我告诉你，你少管闲事。克星太平，我只知道，这世上没有克命的八字，只有救命的医术。今日我乔念就在这儿把话放下了。廖姑娘的脸，我不仅要治，还要治得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好看。乔姑娘这是疯了吧？那脸都烂成那样了，神仙也难救啊！就是啊。谁敢再往前一步，老子跟他拼了！三爷，帮我守住门口，接下来的治疗绝不能有任何人打扰。放心去，有姑在，没人能踏进这屋子半步。廖姑娘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刘员外看中了我，我誓死不从，他便毁了我的脸。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治好。会很疼，忍着。别怕，这是在排毒，把毒血放出来就好了。再忍一忍。姑娘，我好疼。
像有无数蚂蚁在啃我的脸。糟了，药力不够，毒素反噬的痛苦加倍了，必须立刻止痛。大家听到了吗？里面鬼哭狼嚎的，乔念那个妖女肯定是在用什么妖法害人，再让她这么搞下去，咱们全村都要遭殃。就是啊，好端端一个人，怎么一进他那屋子就惨叫成这样？谁知道是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妹妹是在救人。救人？有这么救人的吗？我看他就是想把那妖孽的脸皮剥下到自己身上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再害人了。我们冲进去看看，我看谁敢！乔念，你这个丫头！天啊，神光！是神光啊！乔姑娘是神仙下凡，我们在冲撞神仙啊！乔念，少在这装神弄鬼！老东西，给你脸了！电击棒最大功率。不行，这点药膏根本不够。该死，我为什么不早点注意到这件事？廖姑娘的毒素排泄剧痛难忍，再拖下去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空间，它好像活过来了！太好了，空间再生了，这下廖姑娘有救了。乔念，有人举报你残害无辜，今日你插翅难飞，乖乖跟我走一趟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！如有反抗，生死不论！贺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您瞧瞧，这乔念不仅杀害廖家姑娘，竟然还敢当众行凶抗法！乔念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贺大人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您哪只眼看见我杀人了？廖家那丑八怪被你弄进去1天1夜了，现在连个声都没有，不是死了是什么？民女廖雨晴，叩见县令大人。不可能！你这丑八怪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贺大人，民女要告刘员外，他垂涎民女美色，强抢未遂，便指使下人下毒毁了民女脸庞。你胡说！贺大人，这是刘员外这些年贪墨公款、行贿受贿、买凶杀人的全部罪证，你该怎么办？来人，将刘府一干人等全部拿下！信送出去了吗？公主殿下怎么说？员外，公主殿下回信了，只有2个字：废物。孩子们都快到了开蒙的年纪，可这村里唯一的私塾先生学问实在一般，我想给他们寻个名师。可这地界名师哪是那么好找的？在下倒是认识一个落拓不羁的才子，名为慕容勋。此人虽狂傲，但学识渊博，此时正在镇上的破庙里借宿。真的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落拓点怕什么？那正好，他就在门外。哟，念念，这就是你请来的教书先生？瞧这穷酸样，别是来咱们家骗吃骗喝的乞丐吧？我可是花了重金请来了县城名声赫赫的张秀才，人家张先生可是出身名门，未来注定是要中状元的人。念念，听嫂子一句劝，别找这些来路不明的绣花本，没得误了孩子的前程。张秀才可是那个写个福字都要错2次的张大头。你这穷酸鬼，敢羞辱张先生，有本事你跟张先生比试比试。哎，既然这位大嫂如此推崇那位张大头，不如在明日村口的谢师宴上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咱们一决高下。比就比，明天你就等着在全村人面前丢尽老脸吧。慕容先生，你有把握？乔姑娘，看戏便好。大家快来瞧瞧啊！这位就是县城来的张先生，学识深着呢。
可是求了半天，张先生才答应来教咱家壮壮。读书人讲究的是天资，像某些来路不明的穷酸，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张先生既然学贯古今，不如小生出一道残局，请先生赐教。这是何等生僻的文字？你这是故意刁难？生僻？这不过是《论语》孤本中的一段。张先生口口声声说出身名门，怎么连自家祖传的东西都不认得了？贺大人刚查清，这位张秀才，本名张大头，原是京城慕容府的一个落笔书童，因偷窃主人家财被杖责逐出。你哪里来的功名？呸！原来是个偷东西的贼！不是还吹呢？花了2两银子请个贼回来，真是丢死人了！不可能，他明明有帖子的！你这个蠢妇，丢尽了我的脸，滚回去！念念，慕容先生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让你们见笑了。乔念，你害我当众受辱，我发誓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大家伙瞧瞧，那乔念离了婚，倒成了香饽饽，天天跟那战三爷同进同出，连请个教书先生都是那种落套不羁的年轻男人。这关系谁说得清啊？就是，他哪来的银子盖大房子？我看那压货生意就是个幌子，指不定是爬了哪位贵人的床，拿的安撒钱呢。你们给我住口！娘！不是，你身为乔家媳妇，竟在村口诋毁自家小姑子的清誉，你的良心狗吃了吗？妈，我没胡说，那战三爷和慕容先生天天往他屋里钻，全村都看见了，不然怎么解释他有那么多钱？这是我过去3个月卖出压货的流水，这是傅家给的诊金回执，每一文钱都干干净净。你说我行为不检，战三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慕容先生是我儿的老师，你这种满脑子烟糟的人，看人人皆烟糟。娘，无事败坏门风，按家法该如何处置？去祖宗祠堂跪上一整夜，反省己过。乔念，你害我受此奇耻大辱，我绝不放过你！娘，我给你送饭来了。啊，壮儿，你想救娘吗？行，你不帮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拿到秘方，我看你乔念还怎么办。找到了，有了这个，后天的富贵就是我的了。二嫂，你在找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手上拿着的难道不是我的秘方？我拿你秘方怎么了？都是一家人，凭什么你发了财不拉我们二房一把？要我说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这些年，你贪婪，你刻薄，你搬弄是非，我都忍了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。妈，儿子不孝，治家不严，让乔家蒙羞。今日，儿子要在此做个了断。无事凿窑中伤，毁亲名誉在先，又行偷盗之事在后，德行败坏，已非我乔家父。我吴彩华嫁入乔家这么多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现在你们日子好了就要休妻吗？
你为了那点银子，叫嚣你儿子去偷我的药方，这种挖自家墙角的事也是苦劳。谁叫你不肯给我们钱？大嫂在作坊里起早贪黑，二哥在外面送货磨破了多少双鞋，你除了在村口嚼舌根还干过什么？这银子你拿得不亏心吗？你一个合力回来的扫把星，凭什么让全家人都围着你转？够了！吴彩华，你我夫妻缘尽于此，我乔家供不起你这尊大佛，你带上你的东西，滚出绿水村！姓乔的，你们会有报应的！我等着看你们全家死绝的那一天。二哥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为了孩子，你也该狠下这份心。我明白的，时间不早了，快去休息吧。这次多谢你了。你谁也不许靠近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战百寒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。好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死。系统开启高压养疗模式，注射强效强心剂，开启血液地外循环除毒。战百寒，我还没让你亲口告诉我真相，你最好给我挺住。这阎王爷要是敢收你，我今天就拆了他的地府。念念，是你救了我。废话，不是我难道是阎王爷大发慈悲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孤名战百寒，大齐当朝太子。这毒是大长公主萧敏，也就是姑的姑母亲手所下。姑母给侄儿下毒，还真是亲情深厚啊。在他眼里，只有那把龙椅。念念，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若你愿意，待姑清算京城，定以江山为聘，护你一世安稳。乔念，你可愿与姑共赴这万丈红尘，不死不休？江山我不稀罕，但你的命既然是我救的，那就是我的。救命！跑啊！这破村子半夜连条狗都没有，看谁能来英雄救美！滚！你没事吧？救我！我叫傅玉堂，是傅府的小姐。念念，他说他姓傅，难不成他就是傅老爷走失的那个女儿？很有可能。傅小姐怎会被折磨至此？而且仔细看去，念念，你们的长相有些相似。我这是在哪？您在岭南府誉王府，已经安全了。那些追杀您的地痞，战三爷已经处理干净。你和我年轻时候长得很像，能和我说说你的家世吗？你的生辰是什么时候？奇怪，他为何对我的生辰这么好奇？我就是普通农家出身，家里父母健在，还有3个哥哥。至于生辰，到8月16，就是我22岁的生辰。8月16，那不正是我们母女分离的日子？你娘她姓什么？可是姓赵。正是。是了，当年府上也有一个姓赵的奶娘，孩子有很大可能，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是你的女儿？当年我在庆元县的一处别院里生下你，你刚刚2个多月的时候，我遇到了刺杀。护卫们保护着我，打算带你一起逃跑，结果到了你的房间，却发现你不见了。我从那天起被人抓起来折磨了将近20年，直到我在庄子上被那对兄弟买走。这件事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回去以后询问过我娘，才能最终确定。您先休息，我去给您准备些后续调理的药，我先退下了。娘，我有些话想问你。你这孩子想问什么问就是了。傅老爷的女儿找到了，她叫傅雨堂。她说她21年前在庆元县丢了个女儿，
什么？她真是富家大小姐？奇怪，为何提到富家，娘的反应会这么大？当然，娘，我记得21年前，您还去富家当过奶娘，对吗？你这孩子咋还问起这个来了？哎呀，这茶水都凉透了，娘再去给你倒一碗。看娘这反应，那傅雨堂所说的恐怕是事实。是骡子是马，总得溜溜。在这个封建迷信的时代，我只信数据。如果我真的是镇北王的女儿，那当年我又为何会成为乔家的女儿？我知道你养育念念不易，但你怎么能不让她认我这个亲娘呢？傅夫人，娘，你们这是……夫人，先起来，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。求你告诉我，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日我刚将小姐哄着睡着，就听到外面守门的丫鬟传出一声闷哼。我透过窗户缝隙查看，就看到那丫鬟已经躺在地上，黑衣人上前还补了一刀，是那毒妇的人。当时我害怕极了，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抱着小姐逃离这里。后来呢？你是如何带她走的？我在距离小姐房间不远的地方发现个狗洞，幸亏我身材瘦小，勉强可以从那个狗洞中通过，这才有了我和小姐逃生的机会。多谢你当年救了我女儿的性命，你是念念的救命恩人。快起来！我养了念念这么多年，已经将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不管你们和谁有什么恩怨，我都不希望念念被卷入其中。原本以为这秘密能带进棺材，这缘分二字当真奇妙。娘，即便血缘不是亲的，但这21年的养育之恩，我乔念这辈子都认。乔家永远是我的家。好孩子，有你这句话，娘死也瞑目了。傅夫人，请您告诉我，那些黑衣人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我与林渊，也就是你的生父镇北王，本是青梅竹马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当朝大长公主也爱慕你父亲，为了不让我们成婚，使了不少手段。那时候我刚怀上你，林渊特意在城外置办了隐秘的别院，让我搬过去待产。就在我临盆前夕，林渊被紧急调往北京，却在战场受伤，忘记了所有事情。大长公主得知这个消息，请命去了边关，自称楚林渊的妻子，并且命令所有人不得说出实情。回到京城，外祖父没有找他说出实情，我怎么可能不说？但楚林晨那个败类就认准了大长公主这一个妻子，还说你母亲是使用阉杂手段爬了他的床，这才答应娶了她。说什么？他还说大长公主大度，否则根本就容不下你母亲。还真是够不要脸的。再后来，你出生，战明月再次下手，将我抓走，羞辱了整整21年。你恨他们吗？他们将我们母女害成这个样子，如今却逍遥快活，过着人人艳羡的日子，我怎能不恨？孩子，外祖父和你娘没有保护好你，我们深感愧疚。这些银票，你拿着。这见面礼还真是简单粗暴，多谢外祖父。母亲，这些年受苦了，从今天起，没人能再动你一根汗毛。他欠你的，我会让他拿命来填。念念，我的孩子。好，总算是一家人团聚了。傅老爷，我有话想说。你们是念念的恩人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念念在我心里就是我的亲女儿，可眼下那么多穷凶极恶的人，想要对一个孩子赶尽杀绝。念念认祖归宗以后，你们能否保证她的安全？伯母说的有道理，如今不仅念念不能相认，而且傅夫人也暂时不能被人发现。念念，不如让你母亲搬去绿水村躲避风声，你觉得呢？娘说的对，这样我还能帮母亲调理一下身体，就这么办吧。报，傅老爷，战将军，北京急信，镇北王楚林渊巡防时遭遇刺客伏击，身中毒箭，如今命在旦夕，全军统帅空悬，北京危也。什么？北京无主，敌国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消息不能外传，可楚林渊的伤势，别人救不了，不代表我救不了。北京混乱，华家援军此时反戈，分明是里应外合。念念，不可冲动。
是啊，念念，咱们就在这绿水村安安稳稳过日子，不好吗？战明月抢我父亲，害我母亲，更给战百寒下毒，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这仇怎能不报？我已经调集了暗卫，但京城到北京路途遥远，且长公主的死尸恐怕已经在路上。那就让他们来。乔念，长公主有令，送你上路。送我，还是送你们全家痛？开启红外感应。战白寒，左边3个归你，剩下的我包圆了。好。在末世，没人敢在暗处跟我玩。长公主果然已经下手了，只怕镇北王那边情况更加危急，咱们得快些回京。此马为千里马，若快马加鞭，5日可达。5天，等到了黄花菜都凉了。带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神速。这是何种神兽，竟能发出如雷鸣般的吼声？这叫哈雷。战三爷，敢做吗？有何不敢？上车，抱紧我的腰，带你飞。即便是最快的汗血宝马，在这种速度面前，也如蜗牛爬行。这女子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比你那慢吞吞的赛雪爽多了吧？若非亲眼所见，孤绝不信世间有此神族。到了，这里就是漠北城。比预想的还要快一点，看来我那便宜老爹命不该绝。看那旗帜，那是华家的援军。华藩统领的3万大军本该3天前就进城支援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又是何物？自己看。这是千里眼。那是华藩，他在主帐内饮酒。援军在城外吃火锅，城内的守军在流血牺牲。这华家哪是来救命的，分明是来收尸的。华家是大长公主的母族，华藩此举定是受了大长公主的指使。只要楚灵禅一死，北境军权便会落入华家之手。想得美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这北境的旗帜就得姓楚。既然他们想玩坐山观虎斗，那咱们就给他们演一出神兵天将。华家封锁了入城的必经之路，即便我有金牌令箭，此时若是硬闯，怕是华藩会直接找个误杀的借口，将咱们灭口在城外。咱们不能硬闯，得大摇大摆的进去。战三爷，委屈你一下，办一回我这个神医的随从，只要进了都尉府，就是咱们的主场。只要能救王爷，办一回随从又何妨？乔神医，请吩咐。三爷这扮相，若是让京城那些名门贵女见了，怕是心都要碎了。谁家能请得起这么俊俏又杀气腾腾的随从？乔神医，时间紧迫，莫要取笑。本官乃当朝首席御医，老夫说王爷已经药石无救，那就是天命已定。就是，这漠北城谁不知道王爷已经半只脚踏进鬼门关了？本官劝你们识相点，早些散了，免得王爷咽气时还得听你们这些丧气话，走得不安稳。人还没咽气，就急着给人定寿衣。御医院的御医什么时候兼职当黑阎王了？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竟敢妄议朝廷一品命官！管家，去告诉你们张副将，三爷请来的乔神医到，想让王爷活命，就闭上你们的臭嘴，滚开带路！张副将，你不能听这来历不明的村姑胡说八道。王爷那是中了修罗散，毒素已然攻心，让他进去，万一他心怀不轨，谋害王爷，这责任谁担得起？御医署都断言没救的人，他能有什么本事？你是想听这2个庸医在这里给王爷念丧经，还是想让王爷重新站起来，带你们杀回北境？末将只想王爷活。那就滚开！这就是你们说的毒气攻心，伤口都已经化脓发臭了，你们连最基本的清理和引流都没做，就指望靠几碗烂药汤救命？你懂什么？修罗散入体，伤口不可轻动，否则剧毒会顺着血液瞬间流遍全身。这是老夫耗尽御医署3000年秘方调配的护心汤。住手！这里面加了大量的红花，红花活血，修罗散见血封喉。王御医，你是嫌王爷死得不够快吗？你胡说！王爷气血瘀阻，不红血如何排毒？你这妖女，分明是想耽误救治。我不仅知道你加了红花，我还知道这药里还有断肠草的根须。张副将，看清楚，这就是你们口中人心仁术的御医。
张副将，我知道你不信我。1个时辰后，王爷若不能醒来，我乔念当场自刎，以命抵命。但若我赢了，这2个老混蛋就得跪在都尉府大门口，一边扇自己，一边大喊我是庸医。好，老夫就和你赌这一命。老夫就不信你这黄毛丫头能逆天改命。三爷，守住门口，从现在起，除了你，任何人敢踏入这间屋子半步，格杀勿论。放心，想进入这扇门，除非我死。便宜老爹，你给我挺住！这辈子你欠我们母女的，你得活下来，一点一点的还清。刘兄，你说那丫头能行吗？那刮骨疗打可是要疼死人的。就算她真能刮骨，那修罗伞是何等奇毒！等1个时辰到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不好，是华家的集结号，他们华帆那个混蛋竟然在这个时候下令攻城了！守住，传我将令，在乔神医出来之前，敢有退缩者，敢有扰乱者，杀！楚林渊，你可是这北境的定海神战，大长公主还没死，傅雨堂还在等你。听到了吗？那分明是锯木头的声音，那妖女定是在里面分尸。是啊，修罗伞入骨必死，这是一道铁律。那丫头不过是在拖延时间，想借机逃走罢了。你若是敢死，我乔念第一个看不起你。快了，只要劈除这一层骨髓毒，修罗伞便不再是绝症。若等1个时辰到了，王爷连个全尸都留不下，你就是北境的罪人。张副将，你糊涂啊！你竟然放任一个妖女亵渎王爷的仙躯！闭嘴！再敢诅咒王爷，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下地盘路！这陆柯马上见底，那妖女还没有出来，她肯定是想戳死王爷。到时候你们这些人都是死罪。时辰一到，他输了。谁说我输了？怎么可能？这定是回光返照。谁说本王是回光返照？自断双手的承诺，莫非你是想耍赖？王御医愿赌服输。王爷饶命，乔神医饶命，老臣也是受了蒙蔽。受了蒙蔽，身为医者，明知红花催命，却执意喂药。医者之道，手重人心。你这种为了权势私心草菅人命的败类，根本不配为医。王爷饶命，是我们的家眷被大长公主扣下了，若不从命，全家老小都要没命啊！带下去，严加审讯。殿下怎来了北境？孤听说镇北王在北境身受重伤，刚好结识了一位小神医，便日夜兼程赶往北境。多谢小大夫，还未请教小大夫名姓。王爷，城外华家援军突然反戈，华帆那厮竟然发动攻城了！华帆，这背信弃义的杂碎，本王还没咽气，他就急着来收尸了。王爷，城内兄弟伤亡惨重，漠北城危在旦下。王爷，你现在动一下就是残废，外面的杂碎交给我和战百寒。这怎么行？无妨，正好姑也想看看那群杂碎的实力。快走快走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打仗了。打仗？距离北岳那些人还隔着一座城呢，难道……眼见为实，我们先进去。华将军，既然镇北王不肯交出帅印，咱们就抢！胡闹！咱们是朝廷的军队，怎么能打自己人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！容不得你们不同意！不要忘了，我哥哥才是援军的主将，你们敢违抗军令不成？这帮奸臣！念念，你先去一旁等我。不要小瞧我。什么情况？来人，抓刺客！华帆的大营那儿起码有500亲卫呢。既然想玩火，那就玩个大的。高傲什么的！给我杀！不管是人是鬼，都给我乱刀砍死！华帆，有些人是你这辈子、下辈子都惹不起的。不管你是谁，你毁我华家大计，今日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废话真多，下地府去跟阎王爷忏悔吧。华帆已死，降者不杀。北境军的将士们，你们还要为逆贼卖命到什么时候？丫头，这战果当真是旷古烁今，
你救了本王的命，更是救了这漠北城的万千百姓。楚将军不必这样客气，你身上的毒虽已解，但还不可掉以轻心。痛，好痛！有什么东西在咬本王的脑子？殿下，我家王爷这是怎么了？虽然毒素清了，但之前长期的压迫导致脑部残留了一块极小的血块。念念，能救吗？必须马上手术，开颅取血，消融血块，否则他不仅会变疯，更会彻底脑死亡。胡说八道！老夫行医50年，从未听过什么溶血术。你这黄毛丫头，开口就要开颅取血，这分明是塞外妖术。王爷乃千金之躯，岂容你这般亵渎？既然你行医50年，那为何王爷现在命悬一线，你却只能在这儿等死？你所谓的医术，就是眼睁睁看着他断气吗？你这没规矩的村姑！张副将，快将这妖女拿下！张副将，你若信他，就去准备后事；你若信我，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这就是所谓的天眼，血块就在这儿，压迫了记忆和呼吸中枢。这真的是仙术，老夫羞愧呀！战百寒，守住大门，这一刀下去，不能有半分干扰。除非我倒下，否则没人能踏入此门。杀了楚灵渊，长公主赏万军，杀呀！念念。找死！念念，安心救人，外面没人能再踏入半步。帮我压住他的左肩，溶血剂要退入最后的关卡了，他可能会有应激反应。明白。搞定，这辈子还没做过这么极限的手术。本王还没死。王爷不要忘了，你身上还有伤。殿下，他还好吗？他不好，险些丧命。殿下，求您告知他的下落，臣要去找他。都怪我不好，我怎么可以将这么重要的人忘记？你别激动，养好身体才能去弥补。你的脸，你到底是谁？傅雨堂是我的母亲。你是我和玉堂的孩子。21年，本王愧对你们母女，那毒妇害我妻离子散，本王到今日竟才想起真相。展明月，这笔账，本王定要让你用整个萧家的江山来还。既然想还账，那就活得久一点。母亲还在家等您。她说了，大仇不报，永不相见。报，当然要报！本王这就点齐兵马，踏平京城。王爷冷静，长公主如今把持朝政，二皇子册封在即，3万大军开拔动静太大，恐会给那毒妇杀人灭口的借口。三爷说的对，大军压后，由副将率领，咱们几个先去京城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好，不愧是我楚灵轩的女儿，你说怎么闹？我要让京城的百姓都知道，当年的真相到底有多肮脏。念念，咱们这几个人起码回京至少要半个月，怕是赶不上百官宴。父王说了，待你见识，降为打击。这是何种机关神兽，竟无血肉之躯，却能发出龙吟虎啸之声？这叫哈雷。父王上车，抱紧我的腰。这一次，咱们去接母亲回家。直接杀进去太便宜他了。念念，你这小鸟又是何物？这叫无人机，正好用来加骂。大长公主，你还记得21年前血色别院里的冤魂吗？还我命来，还我女儿来！这是王妃的声音。我当年在王府当过差，这声音错不了。天哪，
长公主竟然为了私情，连镇北王妃都不放过！快把这些妖言惑众的东西都给我烧了！快！长公主，不好了，外面全是傅玉堂的魂魄在索命，那些传单……傅玉堂，哼，他若真有本事，21年前就该死个痛快，而不是留下一堆烂账让本宫来清。死人是不可能说话的，看来楚林圈那老东西命还真是硬得跟石头一样。你是说镇北王？可北京传来的消息，王爷已经身中剧毒，命在旦夕了呀！他以为弄出这些小把戏就能动摇本宫的根基，真是幼稚的可笑。傅玉堂回来了又如何？楚林州回来了又如何？等那个蠢货弟弟一死，二皇子登基，这皇位就是本宫的。到时候真相是什么，还不是本宫说了算。可是太子殿下他最近似乎身体好转了不少。战百寒那个病秧子，不过是吊着最后一口气在演戏罢了，想骗过本宫，做梦！公主英明，好好准备，明日百官宴，到时候有的是好戏看。张姐，昨夜京城的闹剧，你可有解释？皇上，这分明是有人利用妖术污蔑本宫。那傅玉堂早就化成灰了，哪来的冤魂？定是楚林氏那反贼的余孽在作怪。本宫提议，立刻全城搜捕，凡是议论此事者，杀无赦。长公主，本王还没死，你就急着杀人灭口了吗？你身为镇北王，无旨擅离北境，带兵入京，你是要造反吗？本王若是要造反，现在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本王，而是本王麾下的3万铁骑。战明月，本王今日来是来找你这位好皇姐算一算21年前的血债。明月，你说什么血债？昨夜京城的闹剧到底与你何干？启奏皇上，民女乔念代生母傅玉堂状告大长公主战明月，21年前因爱慕镇北王不成，勾结外敌血洗别院，杀妻夺女，谋害大齐功臣家眷。笑话！竟敢在大殿之上信口雌黄！皇上，此女定是反贼派来的死士，意图扰乱朝纲，将这妖女拉下去，凌迟处死。我看谁敢动姑的人！白寒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您看，战白寒果然与这妖女勾结，他们定是想要谋权篡位，快放箭！战明月，您在急什么？是怕我手里的证据太硬，还是怕我请出来的老朋友让您当场现形？这是当年别院唯一的幸存者，用指尖血写下的绝笔。战明月，您可还记得当年那个负责执行逆杀婴儿任务的老嬷嬷？老奴罪该万死！21年前，大长公主威胁老奴一家老小的性命，命老奴带人血洗傅妃娘娘所在的别院。闭嘴！这个贱婢，本宫是杀了你！真相面前，你还想杀人灭口？长公主亲手掐住了刚出生的郡主脖子。当年老奴心生恻隐，没舍得杀掉郡主，而是偷偷将她丢进了路边的草丛。战明月以为郡主已死，这才放过了老奴一家。这些年，老奴一直躲在乡下，就是为了等今天。战明月，你还是人吗？与其视你如亲姐，本王为你守卫边疆，你竟然如此歹毒！我歹毒？楚林月，那是你逼我的！我战明月哪点比不上傅玉堂？我贵为长公主，
为了你，我甘愿放下身段。可你呢？你的眼里只有那个病秧子，我就是要让他死，我要让你这辈子都只能看着我，哪怕是恨我。还有你这个贱种，你还真硬！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乖乖在那穷乡僻壤里当你的村姑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来毁了本宫的一切？毁了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战明月，你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爱，你只懂占有。战明月，你竟敢如此欺瞒朕，不仅害了朕的弟媳，还害得朕的皇侄女流落民间21年，为了那卑劣的私欲，毁了雨腾的一生。战明月，你简直不配为人！皇上英明，贬为庶民，关入死牢。本宫是长公主，本宫是大齐最尊贵的女人，谁也别想审判本宫！去死吧！这一剑是替念念还给你的。剥夺战明月大长公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宗人府死牢。二皇子闭门思过，无旨不得出府。傅玉堂，我会在地狱里等着你。楚林兄，你这辈子也别想安生。林渊，别叫了，他现在正陪着我母亲在傅府商议婚期。林渊是我的，他永远是我的。林渊，你为什么不看我一眼？看我一眼！你让本王觉得恶心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和你娘一样，都是贱人。你和战伯涵在一起又如何？他被我下了毒，命不久矣了。忘了告诉你，战百寒的毒早就被我解了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？可笑吧？你害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儿女，只能在这里发烂发臭。那这种东西让我去死，没有人能够审判我！如今北境已平，朝堂清明，儿臣今日想向父皇求一件东西。哦，伯涵，你立下如此奇功，想要什么，朕都准了。儿臣想求娶镇北王嫡女大朝神医乔念为儿臣的太子妃，亦是儿臣此生唯一的妻。好，朕便以这江山为聘，赐婚太子战百涵与乔念。3日后举行封妃大典，普天同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渊王楚林渊，忠君体国，功绩卓著，乔氏一族行商有道，忠义可嘉。其女乔念更是医术超群，救人于水火，有功于社稷。兹特封乔氏为御用皇商，其家主之母敕封为2品诰命夫人。令傅氏雨堂，名门之女，温婉贤淑，历经磨难，真敬之志不改。今与林渊王情投意合，乃天作之合。朕特此赐婚，愿二人琴瑟和鸣，钦此。娘，你有诰命了，你是诰命夫人了。是啊，多亏了念念啊！我们乔家以后就是皇商了。是，以后乔家的鸭货不仅会卖到京城，还会送进皇宫，乃至爬国。雨堂，回家了。这一次是真的回家了。念念，我的好女儿。娘，以后没人能再欺负咱们了。奶奶，奶奶长得真好看，跟娘亲一样好看。奶奶，大妞会保护您的。咱们念念终于找回自己的家了。娘，放心吧，以后都是好日子了。是啊，娘。雨堂，这一次谁也带不走咱们的女儿。
姑来接你了。